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中单维克托。像之前维克托被削了以后啊，感觉好多人都没有选择去玩它。像那主播，因为可能太弱势了，你前期打不过的话，节奏又比较慢，就有点拖那种。基本上赛季末都见不到他玩那种绝活哥去玩，而是玩其他那种强势的中单。所以可以看到一级的话学一技能，还好对面也是吸血鬼，对线压力没那么重，反倒是这边的消耗能力比对面吸血鬼还强势一点。吸血鬼算是一级里面最弱的了，毫无对象能力。二级的话，吸血鬼还好很多。这里想用红怒状态来 Q， 但肯定不会给机会的。可以看到这里面绝猴哥的话，尝试带了这个凌弱这件符文，但正常来说还是强化攻击会收益高一点，每8秒可以强化一次平 A 嘛。因为维克托前期更多的是用 Q 的那个2段 Q 去打一个第3只走的一个强化攻击。兵线的话，好像两边5-5开压不住啊，越打那个什么维克托的血越少，但这里面好不容易消耗到一波，利用他的走位。但这里千珏的话，前期不好抓人的。维克托不是很适合带凌弱，尝试了一下，终于有26了的那个伤害。这里的话打一套有血拳，好像拼不太过，必须得叫疾跑路了，不然再拼 A。好，这个天赋已经被绝活哥宣告啊，宣判死亡，还是带那个强化攻击会更好一点哈，大家以此在这里面记牢了哈，以后必考题。但这里面的话，为什么会选择带这个天赋呢？是主要是那个符文，主要是粉丝观众想要那个看，所以才会带。但真的很弱啊，根本就没有啥，给对线上面没有任何的帮助。那这样的话，只能通过后期才能那个了。就是这件符文的话，50%以下的生命才能触发这个符文的效果。然后，就算到达50%，也效果也并不是很高哈。这里可以待会打断一下对方。打断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剑魔那边就赚了，爽吃。对方移过来，这样子打的话，大招给到，可惜没办法，太弱了。就维克托前期的弱势就在这里面，他是手很长，但他现在就是伤害太低了。但不怕，这边有千珏，还有卡萨这种后期兜底的英雄，双射手。但这局的话就肯定没那么轻松打了，打的会比较困难一点。这里强化的话，1级肯定是强化 E 技能，这里捡到个人头可以舒服了。
队友吃兵线也无所谓。然后是一层塔皮，对面的盲僧不知道在哪，可能在上半野区的。果然是，这里躲跳他的 Q， 在立场里面直接开大招，对方敢不敢劈过来？这里闪现拉开，对方博弈啊，千珏上来，可以，千珏能吃到他的被动，那就不亏了。因为千珏的被动就是能打出那种百分比，让技能打出百分比伤害。太扯了！其实带那个攻击强化，估计都已经把这盲僧给收掉了。就这几个符文的效果，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啊。就是后期的话，吸血鬼这英雄前期并没有比维克托弱到哪里去，除了1级的时候弱，2级就是3级以后就根本就不弱了。其实还反倒是比维克托强势一点点，但中后期的话是一定比维克托强。这吸血鬼这英雄。哦，这里的话两个技能的强化。但这里面可以看到，强化的话确实比之前快很多哈，就是那个进化的那个。哦，吸血鬼在这里一直没有吃到那个僵尸守卫的眼的那个叠到被动，对方应该是知道他会带僵尸守卫，所以眼都不做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对方拿到龙，两边是互换了资源。这里中路放个先锋，可以吃一下先锋。像劣势的话，可以考虑第一件装备做炉灯，这样的话可能会牺牲一些后期的一个伤害。现在这个版本的话，玩中路主要就是一个打消耗的一个版本，就是消耗完对方以后，就是家园守卫这个，就是你从家里面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移速是变慢了，然后效果也没那么久了，所以就是现在前期就是有个点，就是你把对面打回家以后，消耗残以后，让对面回家，然后跑出来以后没那么快，这个过程。这样的话，下路1塔是收入囊中，但中路1塔的话是不行。像也可以尝试电刑搭配炉灯的一个做法，然后后续再去做一些伤害，其他伤害，或者说后面再补那个法爆球。这里的话可以看到这位九和哥是吧？他也在尝试做一些新的装备。这盲僧还是蛮帅的，但还好他没有队友去接应补伤害。
像盲视野，它这件装备的话是盲视野，命中敌人以后，可以在敌人600码的范围内的视野探照出来，其实也还蛮不错的，适合一些长手的英雄。这里的话，大帽做出来，做这个的话，一个 E 技能清不了一波兵线，还是得有大帽。你看这里面一个 E， 然后接一个平 A， 就很容易的把这个兵线清完。但这里波比过来了，必须得往后撤。对面的状态应该是动不了大龙的，所以这边的话还是得专注小龙团。如果让对面的吸血鬼发育起来，并不是很好打的。哦，对面有可能想偷龙，用技能去尝试。哦，果然在偷龙了。这样的话，大招直接给吗？对面没有缺人，这里的话大招丢出去了 ，AOE 伤害拉满了，可以。但龙还是被对面拿到了，比较可惜。但这样的话，对面只活下来2个人，也利用这条大龙做不了事情，可以回头去把那个小龙给收掉。龙没拿到是比较可惜的，但也还好。对面只要钓鱼减员的情况下，对面就做不了事情。但中路好像把人头送出去了，这千珏硬杀对面，但应该是想吃被动，所以才会那么拼。这里的话蹲一手，但被探照到了，只能回去。这里的话，你可以看到盲僧 Q 的话，肯定是要 Q 到那个射手位置的，你只需要在他身上放技能，就命中率是100%命中的。哦，这里的话被维克多的捆给蔓延到了。但还好，那对面拿了这条大龙 buff， 反倒是负经济。这里的话选择做巫妖之握，因为 Q 技能就是一个很好触发巫妖之握，然后搭配自己的技能强化平 A， 还有巫妖之握打出来的爆发，还是很适合那个维克托的。像现在法师里面前期能清线快，又很舒服的，就又能快速打团，给造成那种高额伤害的，只有卢登了。前期的话，像莫甘娜的话是另外一回事啊。莫甘娜这个英雄吃面具还是吃的狠一点，因为他主要是靠 W 打伤害 ，Q 技能顶多就是一个控制为主。
这里卡一个视野，看看对方怎么走。对，大龙复活了，肯定要围绕大龙做一下事。剑魔是有大招的，准备对面直接这样子打团的话，剑魔肯定开大灭，直接上。波比在后排，脚的话是扛不住这伤害的。大招的话空掉了，那这样的话对面团战失利。射手，这个射手被维克托的大招电的直接残了。这里面可以看到维克托的大招确实是很恶心，但就是不能太早放。如果被对面骗出来的话，你没有大招的情况下，伤害是低很多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就要大龙啊，有金无限的拿下。像班德尔的异响，班德尔的异响这件装备其实只对英雄伤害有，并不是很优解。我去！我想起来有一个粉丝在评论区问我黄色的球是哪个，哦，原来是班德尔，我老想成了那个无限法球啊！如果那位粉丝听到了，我会在评论区回复你一下哈，我搞错了，我会修改恢复的。因为当时班德尔，我这个黄色球装备太少去看它了，因为没几个英雄会选择去做它。这里面看到吸血鬼的战斗能力确实后期拉扯的好的话确实很强，但这里的话把上路给推掉，想推水晶的话还是有点够呛的，因为这边减员减的更多一点，直接金身，对方还想踢大招，哇，被踢中了，那救不了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面，你再看看我前面那条视频说的豹女，你看盲僧，这就是 T0 英雄，他只要出点肉，他就成战士。他前期对吧？顺的话纯暴击，那纯破甲装备，第三件直接做兵刃，你根本就扛不动。这边吸血鬼啊，一个 E 加推棒，然后再 Q 一下，就直接把那个射手秒了，所以是保不住的。这里面可以看到天赋打了720，不如打团很有用，但打对线真的很差，伤害的话并不算特别高，就是前期太弱了。像暗黑收割一样，前期太弱了，打不动。这边吸血鬼上来爆一下射手啊 ，ADC 就快死了 ，ADC 残血给金身没什么用啊，关键时候没有规避到伤害。那这样的话。对方吸血鬼过来爆一下，差点把这边打炸了，还好这边接 Q 接平 A 秒掉了对面。那这里的话闪现拉出来，还好剑魔有大灭，
这里的话直接来打龙，喊队友，因为远古龙的话给对面吸血鬼拿到肯定就是打不了的。这边破了3路，对面没有机会出来。那这种情况下立刻得碰龙，盲僧已经在这赶过来的路上了。哦，没有。那这样的话，远古龙拿到，对面可以尝试一波团了。3路超级兵线，对方打不了的。这波有金身可以骗伤害的，对方秒不掉的维克托，那队友掉点，要不直接来拿大龙？哦，这里的话盲僧直接秒掉，那可以直接掏大龙了。把大龙，然后这里的话中路打起团来了，对面吸血鬼没血的直接秒掉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直接可以一波了，这期的话就有惊无险的拿下了。好，这期的话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